Hello， 大家，今天我们要来测福丸苹果木豆腐猫砂。这一款猫砂呢是买 Pets51的店家寄给我的，希望我们来测测看这一款他们店里面卖到很好的混合豆腐猫砂。稍微做了一下 research， 它是中国的一个牌子，销量是蛮高的。里面的成分其实是88%的豆腐猫砂跟28%的苹果木。它的主打呢就是这个28%的苹果木是主要是拿来吸臭味的，它是没有写它是多少 liter，net weight 是2.7 kg。看它的包装跟普通6个 liter 的容量也是差不多一样。使用方法涂3到4寸后可以冲马桶的，是没有味道可以选的，就是它的这个原味一款而已。这一包猫砂呢，在他们的 Shopee 网站上面我看了一下，它是在卖这21.9块一包，是有真空包装的。乍看之下是没有很多粉尘，底下就只有一点点是碎掉的，基本上其他的都还 OK。粉尘方面是还好，它的猫砂是偏细小条，然后比较碎一点的。苹果木呢也是碎碎的颗粒。它的味道其实是有非常淡的奶香味，非常淡，没有闻到什么特别的，就是来自于苹果木的味道啦。这个距离闻起来呢，其实我是闻不到任何味道的。现在来倒水，看看它的结团怎么样。今天佑奴都没有上班，他们在楼上睡觉。好，我们现在来铲一下看。它结了一个非常大的团，是蛮 solid 的，然后是没有粘底的。我觉得它的结团暂时上看起来是蛮好的，因为刚刚我倒的是有50 ml 的水。刚才在等待的同时呢，我有上去他们的就是中国的网站看看它比较特别的一点呢，就是它有经过3道除尘的这个工序，它的粉尘确实是不是很多，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看看使用了7天过后它整个的状态怎样。第一天在他们藏尿的角落铲到了一个大的团，开始的时候它是稍微有一点点黏底的，但是算是轻松的可以把它铲起来。今天是没有异味的，然后粉尘也很低。第二天结团是好的，也没有闻到什么异味，底部的粉尘也是非常的少，今天是没有黏底的情况。第3天是铲了2个蛮扎实的团，没有黏底的情况，粉尘呢跟前一天一样还是非常的少的。第4天我们在铲第一个尿团的时候，它稍微有一点点粘在底部，但是铲起来之后呢，它底部的残留还算是可以接受的。另外一个尿团呢就非常的大跟扎实，来到今天它还是没有异味，然后粉尘还算是非常的少。第5天跟前一天一样，尿在边边的有一点点黏底，但还算是可以轻松的铲起来，没有太多的残留。其他的尿团还算是结得非常的好，还是没有什么酸臭味的，粉尘依旧的少。第6天你们走运了，蛮友就在我们要录的当下现场上了大号，这里可以顺便看看它的落沙的程度，它所带出来的沙的程度我是还可以接受。这一天呢结团还是好的，它的盖抽还是很不错，底部的粉尘到今天为止还算是很少。这个是使用到第25天的记录，给大家看一看它的结团跟粉尘的情况。第一个尿团呢是稍微有粘在底部的，是已经是需要稍微用一点力气才可以把它铲起来，但是让我们蛮惊艳的就是它的粉尘是依旧蛮少的。首先，它的结团性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它的那个团都是非常的硬跟扎实的，就是不太容易崩落。关于它的粉尘，我们自己本身用起来是觉得它so far是粉尘最低的一个猫砂。我们用到尾声的时候，差不多25天，它的粉尘你可以看到还是很低的。接下来关于它的盖抽能力呢，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so far用起来觉得最深得我们心的一点。因为首先呢，我们本身不是太喜欢那种太刺鼻跟太假香的猫砂，就是可能有一些特殊香味的猫砂我们一般都不会买。这一款福丸的猫砂它没有的味道可以选择，然后它的盖抽是来自于它的苹果木的成分，比较算是在细臭味，而不是用它自己本身自带的一些香味去盖掉尿骚味或者是便便的味道。所以呢，在一路使用下来，它都是没有太特殊的味道，就算使用到尾声的时候，大概3-4个礼拜还是保留它原来的那个淡淡的味道，它的盖抽能力还一直是在的。我们每一次在经过那个有猫砂盆的厕所的时候呢，都不会特别的闻到有猫砂的味道，就是它真的是没有什么存在感的味道。接下来关于落沙的问题，以前我们没有什么想要尝试就是混合猫砂的原因，是因为以前我们在用矿砂的时候呢，那个落沙的问题就非常的困扰我们，在家里走到哪里感觉上都会踩到一点点沙的感觉，就算我们有放落沙垫，还是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开始使用这个猫砂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点点担心这个问题。但是使用上来呢，我们发现其实因为它这一个猫砂里面的那个苹果木的碎片，相对比矿砂呢，它的那个碎片是稍微比较大颗粒一点的，然后它的颗粒感觉上也没有这么的工整。我们现在使用上来所观察到的就是那个落砂的情况，大概就是在我们的猫砂盆大概1-2米的范围以内而已。除此之外，其实在家里其他的地方我们都不太会踩到这个苹果木的碎片，而且我们家里是没有铺猫砂垫的，所以这个落砂的程度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我总结一下，就是我们使用差不多1个月下来的这个使用感，我觉得这个猫砂呢，它在使用第1跟第2个礼拜的时候，它的那个整个 overall 的 performance 是非常的好的。过了2个礼拜之后呢，它就会开始偶尔出现一点点黏底跟黏产的情况，但是其实它是不算是严重的，因为它的黏底的情况呢是可以用铲得起来，然后它的黏猫砂盆的情况是不太严重的，只是说它会比较黏猫砂铲，这个是我们注意到的。除此之外呢，因为它的粉层到最后都还是很低，而且它的盖错能力也维持到不错，所以整体上来呢，我用到还是很满意的。而且当我们用到差不多第3个礼拜，就是20多天的时候，我们家里名副其实的铲屎官就是陈老爷，已经是跟我讲这一款猫砂可以回购了。现在在录这个心得当下，我们已经在使用着我们自己给钱回购的福湾豆腐猫砂，到现在我们使用上来是 so far so good 的。然后在这边顺便跟大家 update 一下，就是之前我一刚开始这个豆腐砂测评系列的时候，我们家里的常备常用款其实是 Really 的，最近它的质量是真的我感觉是变了，它的结团性已经是变到很不好。我们有试过开全新的一包，在使用第1天的时候，它竟然就已经黏底，而且是非常难铲起来的那一种。我们也有注意到它的那个猫砂的颗粒，以前它的豆腐颗粒是比较白一点点的。上1个月我们还在用这最后那一包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它的那个豆腐猫砂已经是有一点点偏黄色。我记得以前我们刚买的时候，它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它的品质就是有一点不知道怎么搞的。然后刚刚好上1个月又测试到福湾这款猫砂，所以呢，现在我们的家里的常备款已经是变成这个福湾的苹果木混合猫砂了。再重申一次，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真的是我们自己给钱回购的，不是广告。我是觉得真的性价比非常高，尤其是它的味道没有存在感的这一点呢，是让我们非常喜欢的。味道方面是很个人啊，但是我还是非常的推荐你们可以去试试看福湾苹果木混合猫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我们下一个 video 再见，拜。